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洋葱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，很多人都爱吃。洋葱营养呢也很丰富。那有的人说高血压人吃洋葱可以降血压，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？下面木子带大家了解一下。洋葱营养丰富，虽然其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前列腺素 A 有扩张血管和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，但是单吃洋葱并不能达到降血压的效果，所以想要降血压还是要以降压药为主。那想要控制血压，建议大家要做好3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，保持愉悦的心情。情绪波动大会给血压造成很大的影响，如果你总是大喜大悲，就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所以有高血压的人平时一定要保持愉悦的心情。第二件事，坚持运动。适当的运动对控制血压是很有帮助的，因为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新陈代谢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建议做有氧运动比较好。第3件事，控制饮食。俗话说病从口入，所以饮食健康，身体才能健康。那有高血压的人平时要清淡饮食，少吃高盐、高油、高糖的食物，这样也有利于血压稳定。除此之外，没事呢也可以用玉米须泡水喝。玉米须有扩张血管、平肝利胆的作用，对控制血压也有帮助的2种食物，没事吃一点，养肝护肝，肝病绕着走。1. 葛根。葛根大家可能不常吃，那经常吃的呀都是葛根粉。其实葛根是可以直接吃的，还可以煲汤。葛根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，经常吃有助肝脏正常代谢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2. 玉兰根。玉兰根中含有胆碱，可以加速磷脂合成，对肝细胞的修复有帮助，所以呢，经常吃玉兰根也能够帮助养肝护肝。那生活中啊，我们有很多的坏习惯，比如说熬夜、喝酒、忧愁过度等，这些都可能给肝脏造成伤害。所以大家呢要改掉这些坏习惯，这样才能保护肝脏。生活条件好了，那家里肯定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剩下的食物。有的人说呢，隔夜的食物不能吃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隔夜都不能吃。那下面这2种食物隔夜了，大家可以放心吃。第1种，肉类。肉类食物含有的维生素比较少，大多呀是蛋白质和矿物质，所以呢，肉类隔夜以后营养成分流失的也非常少，并且不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，所以隔夜的肉类大家可以放心吃，如果扔掉就太浪费了。第2种，瓜类蔬菜。瓜类蔬菜和绿叶蔬菜不同，绿叶蔬菜隔夜后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，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但瓜类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很低，像黄瓜呀、丝瓜呀、冬瓜等，这些隔夜后还是可以放心吃。是负责解毒和排毒的。那如果肝脏不舒服了，除了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外，在饮食上呢也要特别的注意，不妨常喝1种水吧。五味子泡水。五味子呢颜色很好看，通常啊用来煲汤、泡水。五味子啊也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，经常吃能够帮助修复肝细胞，促进肝脏排毒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除了多喝1水，还可以常吃2物。第1种，菠菜。菠菜里含有很多维生素，那肝不好的朋友经常吃，能够帮助肝脏恢复正常运转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那第2种，胡萝卜。胡萝卜呀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， 常吃一些胡萝卜不仅可以为身体补充营养，也能够促进肝脏排毒，养护肝脏的健康。茶文化呀源远流长，虽然喝茶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你喝对了养生，喝不对那就对身体有害了。那下面的这3种茶，希望你尽量少喝。第1种，变质的茶叶。如果茶叶放久了，就可能会出现变质发霉的情况，这时啊一定要扔掉。如果喝了这样的茶叶，很容易使霉菌进入身体，对身体健康不好。第2种，隔夜的茶。一般存放超过12小时的茶叶就是隔夜茶了。这样的茶叶也尽量不要喝，因为隔夜茶可能存在细菌，喝多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。第3种，过浓的茶。很多人平时喜欢喝一些浓茶，认为这样对身体好。其实如果茶太浓，很容易对肾脏造成伤害，
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。秋天呢，真的是一个空气干燥、灰尘比较大的时候，那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能时不时的听到有人清清嗓子、咳嗽2声，所以啊，这时我们应该多注意保养一下。那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吧。这个方法就是用菊花泡茶喝。菊花呀，性寒，有清肝明目、清热降火、消炎止咳的作用。那嗓子不舒服、经常咳嗽的朋友，将菊花晒干了之后，用来泡水喝，可以滋润肺部，改善咽喉不适的情况。而且菊花呢很清香，还能够帮助清新口气哦。不过呀，菊花性寒，所以呢，冬天总是手脚冰凉的朋友就不要喝。入冬后就到了进补的好时候了。那说到进补，就不得不说黄芪了。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常喝黄芪汤，防病保健康。黄芪有很好的补气养血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那很多人呢喜欢用它泡水喝，其实还可以用一些别的食材和黄芪搭配，效果会更好哦。黄芪可以和枸杞搭配，枸杞是一种常见的食材，枸杞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枸杞多糖、甜菜碱、胡萝卜素、叶黄素等，具有提高免疫力、养肝明目、抗衰老的作用。那将枸杞和黄芪搭配泡水喝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冬天到了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可以经常这样喝一喝。芪呢，很多人都熟悉了。俗话说，内行吃黄芪，外行吃人参。吃黄芪是有很多好处的。可能有的人不知道，那我们来看看黄芪有什么作用。黄芪能帮助暖胃，有养胃的作用。黄芪还有补气补血的作用，尤其女性吃非常好。但如果能和其他的食物搭配在一起，那就更好了。黄芪和玫瑰花搭配，玫瑰花有淡淡的香味，营养呢非常的丰富，具有美容养颜、补中益气的作用。如果黄芪和玫瑰花一起搭配泡水喝，能更好的帮助补充气血，排出身体毒素，让气色更好，人也显得年轻了很多。女性朋友可以经常的，冬天天冷还干燥，所以呢要多注意养肺。而现在有很多人有喝粥的习惯。如果想要养肺健脾，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款粥，每天喝1碗，有很好的滋阴润肺、健脾养胃的效果哦。那这款粥呢，就是百合杏仁小米粥。制作方法呢很简单，取50克的百合、20克的杏仁，还有一些小米，然后杏仁和百合切碎，和小米一起煮就行了。百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，杏仁能畅通气血、散结消滞，小米则有健脾养胃的作用。所以经常吃一些百合杏仁小米粥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尤其现在冬天了，想要养肺的朋友，不妨试一试。人都比较忙碌，没时间吃饭的时候呢，就点点外卖或者随便糊弄一口，这样就很容易出现胃疼胃胀消化不良的情况。那怎么养胃呢？下面教大家3种方法。喝陈皮普洱茶。陈皮普洱茶味道甘醇爽甜，老少皆宜，而且对肠胃不会产生刺激。经常喝有保护胃黏膜、养胃护胃的作用。还可以呢多吃2种食物，卷心菜。卷心菜含有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C 要比大白菜高出1半。那经常吃还有养胃护胃的作用哦。南瓜中含有果胶，那这种物质能够帮助保护胃黏膜，加强肠胃蠕动，经常吃也有养胃的作用。甲状腺是我们最大的分泌腺，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，但是生活中很多人都忽略了对它的保养，像一些坏习惯就可能会引起甲状腺结节。下面的这3个坏习惯，希望大家尽量改正。第一个，喜欢熬夜。长时间熬夜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体内堆积毒素，那这样呢就很容易刺激到甲状腺，从而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情况，希望大家尽量改掉。第二个，情绪激动。如果你总是处于一个激动压抑的情绪当中，时间长了也会影响甲状腺激素水平，导致结节出现。所以只有情绪稳定，对甲状腺健康才有利哦。第3个，摄入过多碘元素。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成分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就会影响甲状腺健康，诱发甲状腺结节。所以大家也要知道，好的人会有3种表现，若占上1个，肝脏也算不错哦。表现1，睡眠很好。肝藏魂，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肝魂能得到血液的滋养，所以睡眠就会很好。
但如果得不到血液的滋养，那么就会有失眠的情况。所以肝脏好的人睡眠也会很好。表现2，眼睛明亮。肝开窍于目，所以肝脏如果健康，那么眼睛也会很明亮，看起来很有神。表现3，皮肤非常好。大家都知道，肝脏是有解毒排毒功能的。如果肝脏不好，体内堆积毒素，那么皮肤也会变差。但肝脏好的人呢，排毒很顺畅，身体毒素少了，皮肤也会非常好哦。得了，就8这些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